美中贸易战这把火越烧越旺，川普挥舞关税大棒，毫不手软。中国经济像是被摁在地上摩擦。BBC 中文网前几天列出中国手握的5张王牌，14亿人的庞大内需，威权体制的铁腕韧性，未来科技的疯狂烧钱，全球南方的朋友圈，还有美国国债和稀土的核武器。听起来挺唬人，但咱得扒开这层光鲜的皮，看看这些王牌是不是真能救中国于水火。实话实说，这5张牌看着唬人，实际一碰就碎，14亿人的饭碗怕是要悬了。第一张牌，内需市场。中国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，理论上是抵挡美国关税的定海神针。可现实呢？消费者捂紧钱包，连超市都懒得逛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1季度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3.1%， 跟疫情前2019年 8% 的增速比，简直是断了半条腿。别说全国平均水平了，连北京、上海这种土豪城市都拉垮。3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暴跌 10% 和 14.1%， 这数据看得人头皮发麻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人现在是能省则省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3年的报告显示，中国居民储蓄率飙到 32%， 创下10年新高。啥意思？老百姓对未来没信心，宁可把钱存银行，也不愿花出去。政策喊了半天促消费，结果呢？双11的成交额增速连年下滑。2024年618购物节更是被吐槽冷得像冰窖。就这内需，还想顶住美国关税的狂轰滥炸，怕是痴人说梦。再看看底层的数据，情况更惨。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，2023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仅约 30%， 远低于美国 50% 和欧盟 60%。这意味着14亿人口里，真有消费能力的也就那么几亿人，剩下的大多数月入3、5千，房贷车贷一扣，哪还有余钱买。内需这张牌表面风光，实则是个空壳子。第二张牌，威权体制。中国的威权体制号称抗压神器，决策雷厉风行，舆论一手掌控，经济再差也能硬扛。可这真能扛得住吗？2024年初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突破 20%， 随后直接捂嘴，连数据都不敢发了。外界估计，实际失业率可能逼近 25%。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社交媒体上躺平、润学成了热词，多少人做梦都想逃离。体制再硬，架不住民心萨拉。更扎心的是，经济下行带来的社会压力正在发酵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的调查，全国范围内生活满意度指数跌至10年最低，近 40% 的受访者表示对未来5年经济没信心。政府靠封锁消息、删帖维稳，短期能压住声音，可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，这火迟早得爆。别忘了，历史上多少铁腕政权，最后不都栽在民怨沸腾上？还有个冷冰冰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公安部门报告，全国群体性事件同比增加 15%， 多与失业、欠薪、楼市崩盘有关。体制的韧性不是无限的，经济越差，社会矛盾越尖锐。贸易战这把刀砍下来，中国还能稳坐钓鱼台？怕是连船都要翻了。第三张牌，科技投资。中国在科技上砸钱那是真狠，新能源、AI、半导体，各个领域都喊着自立自强。可喊口号容易，真突破难。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3年报告，中国在高端半导体7纳米以下的自给率只有可怜的 15%。核心设备，比如荷兰 ASML 的 EUV 光刻机，美国一纸禁令，中国连碰都碰不到。
2024年，华为虽然推出了新款芯片，但业内人士爆料，良品率低得可怜，成本高到离谱，根本没法量产。再看看新能源，表面风光，实则隐患重重。中国光伏电池产业虽然全球领先，但关键原材料和高端设备仍依赖进口。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数据，2023年中国光伏产业70%的多晶硅提纯设备和50%的电池生产设备来自欧美。贸易战升级，美国一卡供应链，中国这些科技王牌立马就得摊一半，更别提 AI 了。中国的算力芯片90%以上靠英伟达。2024年，美国进一步收紧出口管制，中国 AI 企业直接被断粮。据彭博社估算，中国 AI 产业因芯片短缺，2024年损失可能高达300亿美元。科技这张牌投了1000亿万亿，结果还是被美国掐着脖子动弹不得。第4张牌，全球南方，穷兄弟救不了穷大哥。中国靠“一带一路”拉拢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，号称要打造全球南方朋友圈，摆脱对美欧市场的依赖。可这朋友圈真能救命吗？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，2023年全球南方国家不含中国的平均人均 GDP 仅4300美元，美国呢？7.5万美元。欧洲主要国家也好歹4万多美元，这消费能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再看出口数据，202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占总出口的14.2%，欧盟占15.1%，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加起来才勉强13%。为啥？因为这些国家买不起。东南亚的小工厂，非洲的街头小贩，哪有钱买中国的高端手机、电动车？他们想要的是3美元的 T 恤、5美元的充电宝。可这种低端货利润薄得像纸，哪顶得住美国市场的流失？更讽刺的是，“一带一路”还频频踩雷。根据 AEDATA 的2023年报告，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基建项目中，超过30%因债务违约或腐败问题烂尾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、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，哪个不是赔得血本无归？全球南方这张牌，表面是个新市场，实则是个大坑。第5张牌，美债和稀土，双刃剑捅自己最疼。中国持有7000亿美元美国国债，理论上抛售能让美国金融市场抖3抖。可这招真敢用吗？从2018到2024年，中国美债持仓已从 1.18 万亿降到7000亿，早就被日本甩在身后。抛售美债，美元资产贬值，人民币得跟着跳水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，202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 7.3， 资本外流压力让央行焦头烂额。真大甩卖美债，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得先崩一半。稀土呢？中国确实掌握全球60%的供应，电动车、芯片、军工都离不开这宝贝。可惜稀土的王牌也在褪色。美国地质调查局2023年数据显示，美国本土稀土产量已达 4.3 万吨。澳洲 Lynas 公司更与美国联手建分离工厂，是要摆脱对中国依赖。日本也在越南、缅甸开发新矿。摩根士丹利的报告直言，到2027年，全球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将完成50%以上。稀土这张牌威胁力一年不如一年。5张牌摆出来，哪张不是千疮百孔？内需疲软，消费像霜打的茄子，体制硬撑，民怨却像火山喷发。科技烧钱，卡脖子卡得喘不过气，全球南方穷得叮当响，救不了中国。美债稀土更是搬石头砸自己脚。贸易战打到这份上，中国像是被逼到墙角，动弹不得。更恐怖的是，美国还在加码。
根据路透社2024年10月报道，美国商务部正酝酿新法案，要求所有中国出口商在美国注册公司缴纳高额保证金，甚至公开供应链信息。这哪是贸易战，简直是赶尽杀绝。美国海关数据还显示，2024财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70%以上的品类已被加征10%至25%的关税，直接导致出口额同比下滑8.5%。再看看国内，情况更惨。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中小企业倒闭率飙升至15%，创历史新高。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，60%的出口型企业表示订单锐减，撑不过1年。这些企业背后是千万个家庭的生计。据人社部估算，贸易战若持续升级，2025年中国可能新增500万失业人口。这不是数字，是一个个破碎的饭碗。中国也不是没想过自救，喊了半天双循环，结果内循环没转起来，外循环先瘸了。商务部2024年还豪言支持出口企业转型升级，可企业主哭诉没订单、没技术，转型个鬼，更别提地方债务危机了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3年中国地方债余额已突破40万亿，多个省份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，还哪有钱救企业？贸易战打到今天，中国这5张王牌没一张能救命。内需萎缩，科技受限，市场流失，资源失灵，哪一个不是致命伤？更别提美国还在步步紧逼，欧盟、日本、澳大利亚也跟着去中国化。中国经济像艘破船，风浪越大，漏洞越多。说句扎心的，过去几十年，中国靠低成本、政策红利在全球杀出一条血路。可现在红利吃尽，漏洞暴露，美国一记重拳就让中国踉跄的站不稳。商务部还在喊高质量发展，可现实呢？企业倒闭潮、失业潮、债务潮，3座大山压得14亿人喘不过气。这场贸易战，中国想稳赢，怕是连稳住都难。寒冬已至，中国经济准备好挨冻吧。